探してさまよってやがて道となり幾千幾万幾億の英雄は行くいつか失い奪われて消える定めでもそれは忘れられることなくここにある求め探してさまよってやがて奪われて幾千幾万幾億の旋律となるいつか失い奪われて消える定めでもそれが忘れられることなき物語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斯，今天要继续来玩 1.18 资料包断崖生存。前面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断崖生存系列的介绍 PV， 然后这个生存系列第一集出的时候是7月多，到目前为止我看了一下，大概90天左右，也就是花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哇，真的是过了好久了，哈哈，每一集都做得超累的。主要是想要以不破坏地形为原则，然后尽量去改造这座山，所以才会特别累吧。至于今天这一集的话，我想要用走的，然后用我自己的观点来看一下这个断崖生存的各个地方，然后顺便介绍一下各个建筑。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好了。这个生存第一个建筑就是这一个房子，它是我的第一据点，到最后我还有在用它里面的话，现在是都放熔炉啦，就是我要在这边烧跟冶炼矿的时候才会过来，剩下都不太会用到哦。我还有好多矿没烧哦，哈哈。而且我之前好像说我要把楼上给弄出来，对不对？不过后来因为没有必要，所以就算了。然后就是左半边这边呢，弄了一棵椰子树。这边也有我们这个断崖周围的3×3的大地图。这个生存最多的东西就是沙漠，红土大陆也算是沙漠所以我们在这边找了超级多的金字塔。再来绕过第一据点之后，可以看到后面这边有一个河口，然后这个河口的周边是一个村落的感觉吧，充满生活感，有没有？那边有粮食的作物啊，然后一大堆的房子跟烟囱。这边也有用一些的造景跟铁轨，有没有？那边这个区域算是我断崖盖的最满意的区域吧。我觉得没什么好挑剔哦，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棒了。还有这边的道路也是盖的，自己觉得很满意哦，有没有那种慢慢弯上去的感觉？再来往右转的话，可以看到一座桥。这座桥的话，它是一座斜面的建筑。因为我不想要破坏地形，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接到对面就只能像这样子接一条斜线过去。当初也是想了蛮久的，因为斜面建筑是大概这个时间我才开始认真练习的。然后走过来之后是一个完全斜面的断崖的大门这栋建筑当初真的是想超久的，虽然有一点点缺点，不过那些我们今天先不要讲，不要想那么多了，好不好？它就是一个看起来还蛮壮观的东西啊，然后它是在断崖的第一排，所以存在感也是蛮大的。再往后面走的话，这边有一个街道，然后这个街道呢，也不用多说什么，就是一个看起来很舒服的路哦。故意把它弄成有点欧式吧，就是西式的感觉。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屋，它是一个假的小屋，不过里面是有用途的。这边还有虚弱药水耶。然后走进来之后，这边是仓库。这个仓库我是直接把它贴在岩壁里面，因为我觉得不想要破坏地形的话，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去盖一个空间出来，然后上面有开一个洞，这样才可以照到一些自然的光。大家应该也有试过吧？在麦块的地底里面挖洞的话，它的光会看起来很不自然，很恶心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再走过来的话，就是一个接到我们对面的这一条路哦。刚好这样走一圈有没有？我
们就可以过来农田了。然后这个农田呢，中间是有一个瀑布的，因为农田感觉就是要有水稻，所以才会弄这一条渠道出来。这边原本是种小麦的啦，但是因为胡萝卜的话比较有经济价值，所以就种了胡萝卜。再往后的话，这边有一个地狱门，这个地狱门也是到最后我都还有在使用的。这边的地形呢，原本长得超诡异的，有一个奇怪的柱子哦，然后我把它改成弯曲的形状，在上面这边的时候掉了一个锁链下来，那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盖一个建筑出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盖得很棒的，而且它很可爱，大家不觉得吗？我觉得啦，我觉得就好。然后再往后看的话，有一个也是吊挂的建筑，它是吊挂在后面有一个奇怪的山壁上的。这栋建筑是我一直很想要盖的东西，我觉得很帅哦。就是吊在地形下的这一种不太现实的浮空建筑。哦，然后这边还有一只拷贝狗呢，后面都没再骑它了。再来，我们从这个地方有一个矿车可以搭。我们就不带大家搭完整条路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铁路那一集。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上去到另外一个区域。上来这个岩壁上的聚落之后，我们往上爬，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一座灯塔。这个灯塔是这个断崖的第一栋白色系建筑。虽然我觉得盖得不够精细，不过存在感也是很高啦。如果之后盖灯塔的话，我应该可以盖得更好了。第一个区域介绍完之后，再来我们往第二个区域前进。这个地方有一条道路，它是先往上的，因为我在这边盖了一个我们挖矿的采矿场。从这里面就没什么装饰了，但是可以下去到这个断崖的最深层，也就是负64层哦。我们跳给大家看，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超深的？也就是因为有这个负64层存在，所以我才会玩这个系列哦。走出洞窟之后，左边这边就是港口的区域，就是从这个样子把它改成了这个样子哦，真的差超多的耶。我们可以看到右手边这边有一艘船，这个船算是我第2次盖吧，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哦。然后当初盖了2艘，对不对？这2艘盖这么近，是因为我想要拍封面图用的，不然没办法好好拍哦。然后就是左边这边有一栋建筑，这栋建筑里面呢它是卖食物的，直到最后呢，我都还是在跟他买猪肉吃哦。我们都像这样子，每过一段时间没食物的时候，就来跟他买烤猪肉。后面还有一条路可以让他去后面，就如果掠夺者来的时候，他就要跑了。然后我们离开这里吧。哦，对，这边外面还有一个小仓库。从这边走过去之后，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在岩壁下面的一个道路吗？上面还有一座石质的桥，这座桥也是蛮帅的啦，有点偏浮空的。然后这种形状就是奇幻的感觉，幻想风。左边这边的话就是一些建筑哦，总共有2栋。其实原本打算要再盖更多的，但是再盖下去，感觉大家也没什么兴趣了，就很无聊，一直在盖房子，所以就盖到这边就停止了。这栋房子我花超多时间在弄它的，上面这边就是一个波浪形的形状。再往前的话，这边有一个武器跟防具的商店哦，我故意用了2种颜色。你看这边有橘色，这边是蓝色。原本我还想要再盖一栋是红色的，就是红色木材，我忘记那叫什么木材的建筑哦。进来之后，1楼是长这样，这边还有一把刀，然后这个盔甲座放反了，不过我懒得调整哦，太麻烦了。然后有我们的老板在，他们都是大师，超猛的。再往上2楼的话是这样子，2楼的话就是防具的商店。我私底下的时候去把装备给补满了，这样看起来比较完整哦，是不是很棒？然后这边还有试衣间，再往外的话有一个窗台，真是太舒服了。然后这条道路的话，我故意把它盖的没有那么的直角哦，就是像这种弯来弯去的感觉，自己蛮喜欢那样的形状哦，在麦块里面看起来会觉得很爽。
然后我们这一条洞窟的路其实可以往上走，往上走之后，这边会经过一个山壁的道路吗？到这上面，这边算是假的道路了。这条道路当初应该再把它盖高一点的，从上面接，我们就可以盖其他东西了。不过那些都算了吧，都已经过去了。走这边过来之后，有一个瀑布，然后这边有一条道路，我把它接通了。这里是通到我们的村民宅邸的。这个山腰是我盖的第一个算是在山顶的建筑，虽然很矮的山顶啊，然后里面就是装着满满的村民，没有任何的内装。铁卷只有一只真是太好了，我还怕会不会塞爆。这栋建筑当初应该再把它盖尖一点的，不过考虑到当时还有在工作，就是打工之类的，我也算是盖得不错了吧。然后再沿着这个铁轨走上来之后，左边这边是遗迹的区域。原本这边是一个有山谷的一个奇怪的地方，然后被我改成像这样一座遗迹加上吊桥。那真的是看起来蛮酷的，明明盖得蛮简单的。风景真棒啊！这边是我盖的也算满意的区域之一，因为它的周围的装饰是一个山谷，有没有？山谷中间围绕着的一个建筑，充满了神秘感，对不对？然后再走过来之后，这边有一个吊桥，吊桥下面有一条道路哦。这边就是我们的铁轨，另外一边呢，等一下再说。既然都上来，我就再上去上面这里吧。这个地方是我们灯塔的上面，原本是打算接一条道路上来的，不过后来就没有做了，感觉没什么好做的了，这样就够了的感觉。上来之后，这边有一座吊桥，这座吊桥是用丛林木做的，这个弯曲程度看起来还不错，对不对？不会太弯，也不会太平，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哦。然后再走过来之后，这边有一座全白的附魔的神殿哦。这个东西装饰我也是想了很久啊，因为材质就只有2-3样，所以要弄出一个特别的形状也是非常的困难。总之到后面的话，我们还有在这边做附魔的武器，应该说是工具啦，盖出来还算有用吧。然后右边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小麦的农田哦。我都在这边偷采小麦啦，大家可能不知道。拿小麦之后，可以去跟我们的村民交易，所以小麦田当然要盖一个风车，对不对？这个风车当初应该再把它盖旁边一点的，不过就算了吧，那些不要想太多了。再来，我们往下回去铁路那边。这个铁路再往前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个石质的大桥，应该说是道路啦。这条道路我盖超久了，你看那下面的高度超级大，而且那边原本其实是一座山，我把那边挖成一个山谷之后才弄出道路的，弄超久。往前走的话，左右两边可以看到一些树跟小香菇哦。这是我后来自己加的啦，不然我觉得这边太单调了。加一些树看起来就像是平原，有没有？我觉得这样感觉是还不错，就增添了蛮多的氛围的吧。然后再往前的话，这条道路是断掉了，主要是因为懒惰啦。然后增加这一座建筑的特色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有没有像这样子让它断掉之后，感觉就很帅，对不对？然后这座大桥连接的位置呢，是一座浮的岛——艾恩格朗特。这个地方我在中间盖了一个，这个是什么啊？龙蛋的祭坛吧。下面有一坨水哦，很神圣的地方，大家不觉得吗？我在 PV 的地方有刻意把英雄那个歌词呢对到这个龙蛋上面，如果大家有开 CC 字幕，应该就可以看到了。后面这边也是一个很棒的风景啊，这边没有开发哦，就是自然地形，看起来不错就好。还好那边不是长得很丑。再来，我们往回。再往回走的话，这边附魔神殿的下面是一个山洞。一开始这里是中空的，
我把这边给填好之后呢，稍微修整一下，弄出了一个铁路，从这边可以经过这个洞窟，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就是 1.18 资料包的断崖特色之外呢，也可以让我们的铁路连接到上面哦，真的是很酷诶，尤其是那个奇怪的海岸线哦，超猛的，大家不觉得吗？这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的其中断崖的部分之一。再经过这个铁轨往上走的话呢，这样子往上之后可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车站哦，也就是我们的断崖的最山顶的地方了吧？这个地方，然后上来这个地方之后，这个地方的建筑是一个中塔的车站。没有盖得很精细，不过我觉得也算不错了，对吧？应该也算不错了。最后就是山顶的最顶部的地方，我们穿鞘式吧。这个地方不好带大家走了。这个山顶的建筑呢，是我第一座盖出来的城堡哦。现在看起来感觉装饰的还不够，不过，以第一次盖城堡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棒了啊。然后它会一直闪，因为我们的断崖资料包的版本的关系，所以地形有一些 bug 哦。这边应该已经是快300格了，对，差不多快300格了，超猛的啊！然后周围有用一些的水晶啊，中间的话呢，一个工作台，大家也知道我没有盖内装嘛，盖内装的话，我们这个系列不用结束了，而且会很浪费时间哦。反正里面我们也没在带大家看，对不对？然后再往左的话，这边有一个也是在山顶的建筑。这个建筑的话，它是一个交易用的地方，我们的断崖事务所吧，超棒的啊！这里面呢，我有放了一些的村民，主要都是跟他们做交易，就是书柜啊，还是什么赚一些绿宝石用的。然后出这个事务所的左边之后，往旁边看就可以看到一个超级漂亮的景色哦。你看这边是海岸，后面是沙漠，然后那边是平原，这个前面却有一个漂浮的大型的建筑物，它是一个图书馆，漂浮在空中的图书馆。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这地形原本长得有够破碎的耶，直接被我改成这样，魔改了吧？我们从另外一边走给大家看哦。我们的断裂大桥这个地方侧边呢有一个山壁，我特意开了一个洞，让我们可以从这边走过去哦。因为这边有盖一个瀑布，我们从这边走过来的话，就可以看到水幕，对不对？大家刚刚看 PV 应该也有看到，真的超壮观的啦，超棒的，对不对？这个建筑我前前后后花了10个小时左右在弄它吧，超满意的啦，我爱它，我爱它。然后我们直接跳下去哦，跳下去之后这边有一个池塘，这个池塘呢是放蝾螈用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卡在这里面哦，但是还蛮可爱的，好不好？我们可以再从这个边边呢，一样是往那边看。这个区域的建筑全部都是集中在那个图书馆哦，这边也是超漂亮的啊，太神啦！下面的话，这边我有弄一些的水晶哦。我没有玩过最终幻想，不过有玩过最终幻想的人应该会觉得类似那种风格吧，超棒的。上面的话就是真正的一个图书馆哦，只看外观应该是看不出来，对不对？放了很多的书啊。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2栋一样在山顶的建筑。OK， 大概就是这样吧。这个就是我们断崖的所有建筑了。总而言之，我在这个系列的收获超级多，不是普通的多。花了36集吧，我盖了35个建筑，每一集都花了超多时间在想哦。不管是技术方面啊，还是游玩的体验之类的，我大概都抓到麦块这游戏要怎么玩才会让我玩的最开心呢？所以大家如果也喜欢这种系列的话，多看一些，因为我自己也喜欢，这样我可以出得更有动力哦。
我们这个系列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我不小心把这个建筑范围拉得太广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拍全景的时候，看起来不怎么壮观，整个前面都是海哦。但也没办法，毕竟这是自然地形，下次再挑好一点的地方，我们继续生存下去就好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的系列的话，记得继续看下去，因为这样我会有更多的动力，可以再出更精彩的内容哦。那就这样吧，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阿斯，我们以后的系列再见，拜拜。